9校战赛已经过半，根据数据显示，艺高女子组的成绩已经完全碾压其他高中，但是男子组的成绩并不是很理想，所以在接下来的6个项目中，必须要有4个项目获得胜利，而且新秀赛也要努力争取获胜才行。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路。接下来让我们接着继续往下讲。魔力在浪板真签赛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弯道上也做得非常完美。魔力一开始便来了个漂亮的漂移，扩大了自己的优势，但是紧跟其后的对手在过弯的时候不仅不减速，反而加速，结果由于惯性一飞冲天，情急之下魔力只好救下他。可是冲浪板下面的水突然混乱起来，导致魔力失去平衡，两个人双双甩出了赛场。打野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这其中应该有第三方释放魔法进行干扰，但是想要这么做的话非常困难。9校战为了防止外部魔法进行干涉，导致比赛的不公平，所以在每个赛场上都会安排擅长检查魔法作弊的大会委员，并且同时还布置了大量的监控。打野也查看了当时的监控，经过分析，有人将女孩本来设置为减速的设定而改成了加速的设定，然后再在魔力经过的水面上设置好精灵的魔法陷阱，最终使两人双双甩出赛场。经过魔力的意外失败，让一高夺冠的形势非常的严峻。为了获得最后的胜利，会长安排了深雪代替魔力出战接下来的幻性摘星项目。同时，对于幻性摘星这个项目，打野允许自己的妹妹使用飞行魔法。接下来便是小夏出场的极速射击新秀赛，打野为他调整的 CAD 已经实现了目前未能实现的魔法领域。小夏也非常的感谢，并且邀请打野要做自己家族的魔法老师，哪怕是兼职也可以。但是打野还是拒绝了，因为他自己没有魔法老师的资格。另外一边，在场上座无虚席，大家都很期待打野所调整的模具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比赛开始，极速射击有效得分区域是一个15米的立方体，打野所设定的启动模式是在其内部有一个10米的立方体，各个顶点以及中心点一共9个点，标记为震动源，以此发出球状的震波，有效范围是6米。也就是说，每次施法的时候都会形成以中心为点为半径为6米的球状震碎空间。这样一来，选手只需要扣动扳机就可以破坏目标。一高的3位女选手用了天才地师打野所调整的模具之后，竟然包揽了极速射击赛的前3名。大学表示要把打野的新技术作为新种类魔法收录到魔法大全中。对于此等特殊荣耀，打野却谦虚地表示要以最初使用者的名字来登录为新种类魔法的开发者。另外一边，王牌选手一条将辉分析了一下，得出了结论：一高的优秀表现并不是因为他们个人的能力比较强，而是因为一高的技师他的水平非常的高，而且冠军的魔法启动机是去年夏天才开发出来的新技术，那时的实验品根本就没有达到实用的程度，不仅速度迟钝，而且精度还低。但是这一次一高所使用的不仅拥有速度，而且还有着极高的精确度，同时还兼备了处理系统启动式的优点，而这一切都归功于技师打野将辉称其为怪物。随后浪板真仙赛即将开始，全场只有穗香一个人戴上了墨镜，打野还贴心的给其他前来观战的同学们每个人准备了一副墨镜。在比赛的规则中，禁止使用魔法干扰其他选手，但是如果使用魔法对水面进行干涉，导致妨碍了其他选手，做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被禁止。比赛一开始，穗香就使用了光学魔法对水面进行了反光，刺眼的光芒让所有的对手无法直视前方，被迫的停了下来。穗香就这样轻轻松松地赢得了比赛。一高女子组的成绩一路高歌，和男子组的成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这样下去，一直萎靡不振，就算今年没什么问题，但是明年也难保。所以男子组方面需要有一个顶梁柱。晚上深雪闷闷不乐，因为打野拒绝了名列魔法大全的荣誉，在他眼里哥哥才是最耀眼的太阳，但是哥哥却因为家族的势力不得不隐忍。第二天，冰柱攻防赛开始了，小夏穿了一身和服准备出场，打野打趣道：这是时装秀吗？比赛开始，小夏一顿狂按自己手腕上的模具遥控器，对手的冰柱上出现了魔法阵。面对小夏的步步紧逼，对方无计可施。最后，小夏让对手的冰柱相继破碎，漂亮的赢得了胜利。接下来的冰柱攻防赛由深雪出战，她身穿一套女巫服上场，
申雪使出了冰炎地狱，这是 A 级魔法师都无法施展的特技。对手那边如同炽热般的地狱，冰柱慢慢的开始融化，申雪这边则被冰霜覆盖，冰层逐渐的变厚，对手汗如雨下。虽然不断的在演算如何抵挡攻击并且进行反击，但是依然毫无招架之力。申雪直接一击碎掉了对手的所有冰柱，赢得了比赛。对于如此好的成绩，一高开启了庆功宴，打野做出的好成绩让大家有目共睹，自然的他就成为了宴会的焦点，被女生们团团围住，夸赞不断，这让男生们着实眼红。医科生的森奇更是听到了由自己负责调整的 CAD 女生说出了如果自己的 CAD 调整技师是打野的话就好了这种话，这让他愤然离场，发誓一定要赢得明天的必杯解码赛，以此证明一科生比二科生优秀。第三高中的一条将辉和吉祥寺真红狼在比赛前遇见打野，吉祥寺表示打野恐怕是九校战创办以来最为天才的技术人员，虽然在比赛前见面有点失礼，但是还是想认一认脸。能被年仅13岁就发现了连出代码的天才少年对自己的如此评价，可见打野的实力。在选手参加冲浪竞赛时不戴护目镜，是因为怕水花溅在护目镜片上影响自己的视野，但是明知道这种重要的理由，却因为不想再被对手用炫光魔法影响自己的比赛，便都戴上了墨镜。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方法可以预防的。比赛开始，领先的选手展现出了一种奇特的方式进行过弯，他大幅度的减速，在弯道的中央进行转弯。穗香也是同样减速，但是他却在自己最接近内弯的内道进行转弯。穗香之所以超越他，是因为他留下了过度的宽裕空间，而预防出界，这才让穗香以最接近内侧进行转弯，超越了自己。这次打野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其他选手为了防止炫光魔法戴上深色的护目镜。这次的战术不是靠光亮来取胜，而是让对手难以分辨明处和暗处，让对手误以为明处与暗处的交界点是水道的边界，让其为了防止出界而选择大弯进行转弯。所以这样做的最后的结果就是让一高的穗香赢得了比赛。另外一边，冰柱攻防赛的项目还是由一高包揽，所以提议取消单项循环赛，由3人并列夺得冠军。但是英美知道自己不如小夏和申雪，所以退出了3人的较量，自己得到第3名已经很满足了。而小夏认为这是能够与申雪认真较量的机会，以后就有可能没这种机会了，所以他想和申雪真正的对决。申雪则表示，既然小夏希望和自己比试，他也不能不顾对方的想法来拒绝。结果申雪更胜一筹，比赛宣告结束，打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躺下后陷入了沉思。在3年前爆发的前苏联侵略战争中，一条将辉以年仅13岁便作为了义勇军参加了防线。他使用爆裂魔法杀死了无数的敌军，是个经历过实战的魔法师。正是因为这样的战绩，也被称为一条家族的红星王子。吉祥寺是发现了存在于假设中的原初代码之一的天才魔法师，据说他已经有名到魔法师原理理论研究方面的研究者们无一不知其名。这样的2个人居然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年级，已经是犯规级别的偶然了，至少在新秀赛中是无敌的。不过万幸中之万幸，爆裂魔法被列为大会禁止使用的 A 级类魔法。第1场比赛已经获得了胜利，第2场比赛的对手是垫底的4高，应该不会阴沟里翻船吗？打野就这样闭着眼睛逐渐的睡去，睡完了午觉，回到了赛场。打野感觉到一阵恐慌笼罩着1高的营帐，申雪和小夏跑来，表示在和4高进行密杯解码比赛时发生了意外，准确的说是蓄意犯规，故意过剩攻击。森奇他们都受了重伤，虽然是在街道上进行比赛，但是在废弃的大楼里挨了一发破城锤魔法，3个人都被压在了瓦砾下面，导致他们3个人必须要静养3天。破城锤这个魔法在室内使用的话是极具杀伤力的，级别便会升为 A 级，这明显就是犯规了。同时4高还存在严重的抢跑行为，比赛一开始1高便遭受到了偷袭，这种事只有在信号发出之前进行锁敌才能够办到。此时的大赛委员们都手忙脚乱的，会长把打野叫到了一旁，直奔主题，说出了自己的疑问。魔力的那场意外，打野指出了 CAD 可能被动过手脚，是否是针对1高进行了干扰呢？
打野为解除了会长的疑问，也只能说出自己所知道的。在开幕仪式前的深夜，有歹徒试图潜入酒店，3个人都佩戴着手枪，打野也恰巧在场，协助制服了歹徒，对他们的身份也略有所知。在本届的9校站搞鬼的人，似乎是香港那边的犯罪集团无头轮。同一时间，在横滨的中华街某一间饭店的顶楼，5名男性围坐在摆放着茶具的圆桌面前，商讨着比赛的情况。和计划的一样，一高只能弃权密杯解码。密杯解码是积分最高的竞赛，即使新人赛只能拿到1半的积分，影响也不小。另外一边，第一高中的相关人员集聚一堂，为了实现能拿到这次总冠军的战略目标，新秀赛也必须夺冠。会长和其他干部都希望打野参加比赛，打野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决定参赛，但是被打野选中参赛的队友竟然是2科生的甘比古和雷欧。打野给出的理由是他几乎没有看过其他男子组的比赛和训练，所以在马上参加比赛的情况下，从头开始了解的话，不管是制定战术还是调整 CAD 全都来不及。那么3个2科生在接下来的新秀赛上会有怎样的表现呢？能否帮助一高蝉联冠军呢？敬请期待下一集。